被忽略的夏沃雷冷知识。第一点，夏沃雷满命 60% 的增伤是需要叠层的，也就是有启动时间，因此爆发类的输出角色更吃亏，持续输出的角色更友好。如果前台角色只打6秒，那么平均享受到的增伤只有 25.7， 如果打12秒，那么平均的增伤可以达到 41.5， 所以类似雷神这样前置爆发的角色，无响一刀享受到的增伤效果很低，而像胡桃这样打一套最后接大招，则能享受到最大程度的增伤效果。这种设计是原神从爆发体系转向持续输出体系的一种表现。第二点是百分比加攻击力的设计，更利好基础攻击力高的角色，同样也会让玩家对武器的攻击力产生需求。比如我林尼用的是破魔弓，白值只有772，吃拐之后只提升了 308.8 的攻击力，如果换成天空之翼，则能提升 396.8。这种设计的背后，第一会增加玩家迭代武器的需求，第二绕开了本身数值较低但吃拐能力较强的4星角色，比如香菱，和夏沃雷组队的时候显然是不如和班尼特组队。第三点是夏沃雷圣遗物选择吸食之歌，对前台角色的伤害提升约等于增加290点左右的攻击力，但是这个效果只会生效5次，而且有启动时间，所以如果前台角色在5秒内的攻击次数小于5，并且是持续输出的角色，那么圣遗物选择吸食之歌更优秀。反之，前台角色的攻速越快，越偏向于爆发，则宗室的效果会更好。我们可以把吸食之歌的特效理解为深褐的羽毛，只不过结算是以治疗量为基础的。通过这一点，我们可以发现原神对持续输出体系的设计思路是战斗的时间越久，获得的优势就会越大。第四点是 1.5 倍的蒸发伤害，比 40% 的攻击力和 40% 的减抗对老火 C 的提升更大，因为双40在战斗中存在稀释。以胡塔为例，实战中的提升，双40的提升在 37.12%， 蒸发则为固定的 50%， 这里还没有算精通带来的加成，毕竟蒸发肯定是火 C 去触发的，但是超载就不一定了，所以老火 C 加夏沃雷在数值上会有些许的下降，但是乐趣就不好说了。由此我也严重怀疑仆人可能是一个前后台摇摆人，挂元素的频率低，触发超载反应相对稳定，但伤害段数可能不低，可能和迪西亚类似，有后台持续伤害，也能在前台打爆发。在这样的设计中，仆人除了能打超载，还可以去打猎战放，毕竟相比雷元素反应，火元素这边和草元素的搭配显得有些疲弱，感觉存在着空缺。那么总结以上这些，可以发现夏沃雷更多是给长轴持续输出角色设计的一个辅助，更适合搭配一些高白值的角色，并且当下还不是他最抢手的阶段。我认为夏沃雷的香度随着新角色的上线还能继续提升。好的，那么本期就到这里，我是提瓦特地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